哎呦，哎呦，别打了，亲家母，咱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我们没对佳佳做什么呀？呵，误会，误会就是我们打你太轻了。说着，我妈拿起婆婆的头，不顾她的哀求，使劲地磕在了地上，一下又一下，直到头破血流才放了手。此时，我感到畅快无比。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佳佳，你别走，我真的离不开你。张成跪在地下求着我别离开他。此时我早已泪流满面，我还爱着他，看见他如此狼狈的样子，还是忍不住一阵阵的心疼。但是我想到他之前和那个女人的一夜欢愉时，我的心犹如掉进了冰窖一般寒冷。我原谅不了他的背叛，我想不到我们4年的感情还不及那个女人的宽衣解带的诱惑。我转头想走，可肚子里的孩子在一脚又一脚地踹着我的肚子，仿若在告诉我，他不想一出生就没有了爸爸。此时的我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就算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我也得原谅张成的所作所为。我默默地点了点头。张成欣喜若狂地抱住我，对我发誓，我一定会对你好的。我们现在就去见我妈，告诉她我们要结婚。张成兴冲冲地领着我回到了他家，告诉了我的准婆婆我怀孕的消息，她要娶我为妻。我婆婆看了一眼我，说道：佳佳，我儿子这么优秀，我原本想让他找个对他事业有帮助的女人，可现如今你怀孕了，我也就不说什么了。你看什么时间方便，把你的父母叫来，我们商量一下婚事。虽说张成背叛了我，但是我从点头原谅他的那一刻，就决定对以前的事儿既往不咎了。此刻听见婆婆说要见我的父母，同意了我们的婚事，我的脸上有了笑意。可当我将我怀孕了，要和张成结婚的消息告诉我妈时，我妈却愁容满面，她大骂着我不自爱，怎么能未婚先孕呢？从小娇生惯养的我，听见我妈的责骂，自然是不服气。我大声叫嚣着：妈，这都什么年代了，未婚先孕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我妈无奈，如今生米煮成熟饭，说什么也没用了。她只能同意了我们的婚事，答应了和张成父母的见面。我们幻想着我们美好的未来，可就在订婚宴上，我婆婆就给了我当头一棒。为了这次两边父母的见面，我和张成早早的就做着准备。订婚宴当天，我和我爸妈如约来到了饭店，可一进门就见张成妈冷着脸，冷漠地说着：来了呀，坐吧。我父母见未来的亲家根本不把自己当回事，心里自然是窝着火，没好气地说道：未来亲家母，你看2个孩子既然愿意，彩礼我们也不多要，你给5万吧。你想什么呢？5万？我就没打算给彩礼，也就是你女儿怀孕了，要不就凭我儿子这条件，这门亲事我是自然不会同意的。像我们农村，很多人怀孕了也不办婚礼的，现在我同意他们结婚，愿意给你女儿一个名分，你们偷着乐吧。我爸妈气得嘴唇发抖，他们愤恨地对我说：佳佳，这就是你要死要活嫁的好人家，告诉你，你趁早把肚子里孩子给我打了，否则你就别进我这家门，我丢不起这人。说完，他们就怒气冲冲地走了。而我的准婆婆更是看都没看我一眼，说了句爱嫁不嫁就扬长而去。我心里一阵酸楚，我冲着张成吼道：你妈这是什么意思？张成，当初可是你求着让我别离开你的，现在难不成吃准了我就只能嫁你？佳佳，我对你什么样你不清楚吗？我当时追了你整整3年，我有多爱你，你最清楚。是我当时一时糊涂，
但是我那是喝醉了。我妈这样可能是家里没钱，迫不得已吧。确实，张成家的条件我是知道的，我也没想到我妈张口就要5万块钱，张成家是肯定拿不出来的。为了我肚子里的孩子，还有我和张成这么多年的爱情，我决定去说服我的爸妈。可我刚回到家，还没说2句，我爸妈就怒了。我妈怒其不争地说着：“你有没有自尊？他们家饭桌上的态度你也看见了，就这样你还要嫁？你给我滚！我没有你这么丢人的女儿！”说着就将我赶出了家门。无家可归的我只好联系了张成，住进了他家。我婆婆喜笑颜开，她高兴的是1分钱没掏，就白捡了个媳妇，还有个大孙子。我也不在乎那些了，只求张成能对我一如既往的好，也不枉费我和我爸妈闹翻了。可是婚后的生活并没有我期待的那般的美好，而我更像是掉进了一个吃人的牢笼，差点被撕咬的连骨头渣都不剩。婚礼的当天，我的婆婆只简单的做了几道菜，就算给我结了婚了。对于这样敷衍的态度，我很是不满。我冲婆婆说道：“妈，这婚礼是不是过于潦草了？这毕竟是我的张成一辈子的大事儿。”而我婆婆只是不屑地看了我一眼，说道：“你这带着肚子，你不嫌丢人，我们还嫌丢人呢。给你摆这一桌就不错了。”我原本以为张成会为我说话，替我出头，但是并没有。他看了一眼哭得梨花带雨的我，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温柔，取而代之的是不耐烦地摔门而去。第2天，我的婆婆更是一大早就把我叫了起来，让我挺着肚子做了一大家子的饭。饭后，我以为可以短暂地休息一下，却被婆婆一脚地踹倒在地，恶狠狠地说道：“你这新媳妇怎么这么不懂规矩？不知道给家里的长辈儿们行礼吗？快磕头！愣着干嘛？”说着就将我的头一下一下地摁在了地上磕，直到我完全痛晕了过去，被他们像破烂一样扔到了角落。我终于知道我爸妈为什么不让我嫁给张成了。我此刻无比的后悔。我拖着受伤的身体，偷偷地发了短信给我的父母求救。时间1分1秒的流逝，我爸妈还没有来救我。我以为是我伤透了父母的心，我认命了。这一切是我咎由自取。此时，我的父母冲了进来，还带着我的叔叔伯伯。我妈看见角落里的我，哭着说道：“佳佳，妈来了，妈，这就带你走，你受委屈了。”我的叔叔伯伯更是按住张成的一家，就是一顿暴打。我妈声嘶力竭，大声喊着：“你们算什么东西，也配让我的女儿磕头？”说着就拽着我婆婆的脑袋，一顿猛往地下磕，直打到他们满地找牙。这才有了开头的一幕。回到家的我，打掉了孩子，患上很严重的心理障碍，但是有我爸妈在我身边做我的靠山，我想我再也无所畏惧了。笔者认为，父母吃的盐比我们走过的路都要多。父母不让嫁的人，自有他们的道理。我们要理性的思考，慎重的考虑，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叛逆而做了悔恨终身的事儿。当然，如果真的走错了那一步，遇到恶婆婆，受到婆家欺负了，我们也要尽快的向娘家求助。娘家会永远做我们最坚实的后盾。本文讲述了女孩与张成从相识到结婚，再到婚后遭遇婆家欺凌的整个过程。故事中，女孩在未婚先孕的情况下，依然选择嫁给了张成，却没想到婚后生活并不如意。最终，她通过向娘家求助，才得到了实质性的帮助。这个故事不仅提醒我们要慎重地考虑婚姻问题，还要多听听父母的意见。首先，故事中的女孩不应该轻易决定和张成结婚。
尽管未婚先孕是一种常见现象，但并不意味着它是正确的选择。女孩应该多花时间了解张成和他的家庭，以及婚姻和家庭背后的责任和义务。在这个过程中，她可以寻求朋友、家人或专业人士的建议和帮助。如果她发现自己对婚姻的决定是错误的，应该及时纠正错误并寻求解决方案。其次，婆媳关系一直是家庭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女孩和婆婆之间的相处不应该一开始就陷入矛盾和冲突之中。婆婆应该以一个积极、宽容和理解的态度对待新婚儿媳和她的家人。女孩也应该尽量表现出尊重、礼貌和谦虚的态度，以建立良好的婆媳关系。如果婆媳之间出现了矛盾和冲突，应该及时沟通、协商和解决，避免矛盾升级。最后，当女孩遭遇婆家欺凌时，她应该尽快向娘家求助。娘家是女孩最坚实的后盾，他们会尽力帮助女儿解决问题，并维护她的权益。在这个过程中，女孩应该保持冷静、理智和坚强，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利和尊严。同时，她也应该学会保护自己，寻求法律援助或其他专业帮助来解决问题。总之，婚姻是人生中重要的事情之一，需要我们慎重考虑并做好充分的准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听取父母的意见和建议，以帮助他们成为我们最坚实的后盾。当遭遇婚姻问题和婆家欺凌时，我们也要保持冷静、坚强和理智，勇敢地面对问题并寻求帮助。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故事中女主人公的心理创伤所引发的心理障碍这一问题。她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和伤害，这些问题对她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关注年轻人的心理健康问题，为他们提供心理支持和帮助。同时，我们也应该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创造一个更加包容、平等和尊重的社会环境，让每个人都能在健康、幸福的环境中成长和发展。婚姻不是儿戏，选择伴侣需要慎重考虑。在面对婆媳矛盾和家庭纠纷时，我们需要理性思考，不要轻易做出冲动的决定。如果遇到家庭暴力或恶婆婆的欺负，我们也要勇敢地寻求娘家的帮助，让娘家成为我们最坚实的后盾。在这个故事中，女主角通过反思和寻求帮助，最终走出了困境。这也告诉我们，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要勇敢面对，相信自己和家人有能力克服一切困难。最后，愿每个女性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婚姻，拥有一个温馨的家庭。最后，笔者希望每个人都能认真思考婚姻的意义和价值，慎重对待婚姻问题，并在遇到问题时积极寻求帮助和支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和家庭环境。全剧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我对凤凰男情根深重，不惜和父母决裂都要和他在一起，他却将我当成赚快钱的工具，一张口就要300万，就凭他也配和我谈条件，先把用我钱买的衣服脱个干净再说。我与男朋友王林出身不同，可以说是天差地别。我家是当地的大户人家，思想封建，奶奶是家里的掌权者，她说的话向来都没有人敢违背。但为了能和王林在一起，我第一次做出了忤逆他意见的事情。奶奶，王林虽然出身不好，但有上进心，他正在准备考研，您就相信我一回，准了我俩在一起吧。
母亲担心奶奶生气，将我赶出家门。在奶奶没发话前，先一步走到了我的身边，当着众亲族的面，对我发了好大一顿脾气。女儿，那个人没有你想的那么好，他和你在一起并非真心。听妈的话，早点和他断了吧。我不理解母亲的做法，为什么他会这样想？他自己也是农民出身，还不是和父亲走到一起，结了婚，生下了我。既然他能做到，为什么王林就不可以呢？我知道他在奶奶面前总是抬不起头，被压制着，这些年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委屈，可我都想好了，结婚后我们不会和大家住在一起，这样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了。我早就说过，让你看紧小情，你就是不听，还说什么现在年轻人都提倡恋爱自由。这下好了，找了个没根基也没能力的女婿，此事传扬出去，还不知道王家要被多少人笑话。奶奶坐在高位上，睥睨着望向母亲，虽然说的是我的事，但其实她就是在指桑骂槐，嫌弃母亲出身卑微，还没管教好我，找个伴侣也不争气。她认为这是母亲的失职。再看看其他的兄弟姐妹，不是自身优秀，是行业里的精英，就是找了门当户对的人当伴侣，再不济也是海归派，至少说出去有面子。可我呢，相貌能力都一般，上学的时候就没什么好成绩，现在又做着一份几千工资的工作，自己没出息就算了，找男朋友也不会找。父母原本身上压力就大，只希望我能有一段好姻缘，找个金龟婿充面子。这下计划都落了空，他们自然不乐意。我脾气从小就倔强，认定的事轻易不会回头。我对着所有亲人磕头，表示王林虽然现在只是个穷书生，但将来一定会有所作为，让王家脸上有光。母亲看了心有不忍，似有松口的迹象，只是在他头上还有奶奶，只要他老人家不点头，母亲说什么也不成。于是他有些为难地望向奶奶，没想到一下子就把奶奶心中的火给点着了。我们王家丢不起这个人，这事不成。此话一出，我就知道没戏了，满是失望地回到出租屋后，我哭倒在王林的怀里，对他说了今天发生的事情。父母停了我的生活费，希望我能做出妥协，我不同意，负气走出了家门。咱俩以后可怎么办呢？要不咱俩结婚吧？我心中一惊，这怎么可以？我俩谈恋爱他们都不允许，结婚就更不可能了。可我们没这个钱呀。再说了，这样的话家里更生气，更不会认我了。王林提醒我是独生女，父母不可能真的能舍得看我吃苦，还不如将生米煮成熟饭，到时候即便是为了家族的面子，他们不答应也得答应。我被他的话说得动了心，带着胆子一试，后续的事情发展却脱离了我的掌控。王林将我带回了老家，面见了一众亲人。饭桌上，他母亲问东问西，全是关于我家资产的问题。在得知我家有权有势后，笑的嘴角就没下来过，还不停地给我夹菜放肉。晚上，他妹妹还主动给我打洗脚水，他母亲还把祖传的首饰戴在了我的手上，算是认同了我未来儿媳妇的身份。这一切的一切都让我感到有些不自在。不过是第一次见面，他家人是不是太过热情了？怎么看都好得有些过分了。我心中涌起一丝的不安，一晚上都没睡，在想着当天发生的一切。我觉得或许我对王林的了解还不够深，结婚的事还是等一等再看吧。然而怀孕的事却在这个关键时刻被发现了。王林催促我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母亲。看到他两眼放光，我有些犹豫了。他真的在乎我吗？
王林似乎也意识到自己过于兴奋了，于是他解释说：“我很喜欢你，一想到能够早点娶你进门，就忘乎所以了。你放心，婚后我一定会努力上学，找个好工作，将来让你们母子不受苦。你母亲的事绝对不会在你身上重演。”我们在一起后，我就对他说过母亲在家里一直受奶奶气的事，所以他也知道我很在意婆媳关系以及婚后的生活。听到他的保证，出于对他浓烈的爱意，我相信他，当天就给母亲打去电话说了这事。母亲一听都要气炸了。在他眼中，我一直是个乖乖女，可自从谈了恋爱，就不管不顾了，什么招都敢尝试。但他也知道，这其中一定有王林的教唆，只是事已至此，再说什么警告也晚了。他和父亲商量了一下，最终还是顶着奶奶和亲族们的压力，点头答应了。在我带着王林回老宅的那一天，我自知这关难过，一进门就拉着他赶紧跪下了，细数王林身上的优点，再三保证他将来必然会出人头地，同时还说了怀有身孕的事情，希望大家为了保全王家的颜面，同意了这门婚事。奶奶向来最看重家族利益，其实她完全可以要求我拿掉孩子，但也知道这样一来，我必然不会再回王家，家里子嗣众多，失去我一个孙女没什么要紧的，只是这事一旦传扬出去，王家的里子面子终究还是会受到一定的损伤，所以最后他还是不情愿地点了头。既然你非要嫁，那我也拦不住，只一点，婆家若对你不好，你往后的苦日子只能自己一个人受了。听到这话，我从进门起就提着的一口气终于可以松下来了。可王林接下来的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震惊。要我结婚可以，不过得给300万。他说的轻描淡写，我却气愤不已。王林，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想把孩子当作筹码要挟我吗？奶奶一听也来了气，一手指着王林，一边对我说：“王晴，你看看你找的这是什么人？简直是岂有此理！”母亲担心奶奶会把矛头指向我，让我受罚，连忙走到我的身前护住了我，痛斥王林道：“无知庶子，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可以任由你撒野？”母亲的一通话也让我清醒了过来。王林确实如他所说，是在欺骗我的感情。他所谓的先斩后奏，也不过是为了利用孩子绑架我。如此荒唐的做法，亏他想得出。但我也不是个软柿子，王林，你辜负我的真心，我也不会让你好过。我叫来管家，对他吩咐道：“给我扒下他身上的衣服，这可是我花钱买的。他一直准备读研，从大学毕业到现在，所有的花销都是我出的。一个软饭男还敢威胁我，真是笑话。”我本想全部给他扒干净，但奶奶觉得这样会丢我们家的脸。看到他就剩下贴身衣物的时候，下令让人把他扔出了王家大门。这一次，全家人都看到了我的笑话，但我并不感到羞愧。这次看走了眼，我认了。但从今往后，我一定要努力工作，活出个人样来让他们瞧瞧。打定主意后，第2天我就去了医院。孩子还小，手术比较顺利，租下的房子也都收拾妥当。至于王林，就去睡大街吧，以后他是死是活都与我没关系。在笔者看来，男子一家都是贪心不足蛇吞象，想要使用诡计达到自己的目的，结局反转也是咎由自取。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爱情不是盲目的，在选择伴侣时，一定要看清对方的真实面目，尤其是出身不同的人，三观和生活习惯都有很大的差异，很容易产生矛盾。
在面对金钱诱惑时，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被虚荣心所驱使。同时，家庭背景的不同也会带来很多问题。在这个故事中，王林利用怀孕来要挟对方，暴露了他的自私和无耻，而他的家人也因为家庭背景的不同而产生了很多矛盾和误解。这些都需要我们在选择伴侣时认真考虑，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而做出错误的决定。在爱情的世界里，我们常常会迷失自我，为了追求所谓的幸福，我们愿意付出一切。然而，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我们也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被表面的假象所迷惑。在这个故事中，女主角王晴为了爱情不惜与家人决裂，但最终却陷入了对方精心设计的陷阱。男方一家为了追求金钱和利益，不惜利用怀孕这一手段来要挟女方，最终却自食恶果。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面对爱情和利益的选择时，我们需要保持理智和清醒的头脑，不要被表面的假象所迷惑。同时，这个故事也提醒我们，在家庭关系中，我们需要尊重彼此的意见和选择。家庭是一个整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价值观。在面对家庭问题时，我们需要相互理解、尊重和支持，共同解决问题。如果家庭成员之间存在分歧和矛盾，我们应该以平和、理性的方式进行沟通，寻求最佳解决方案。最后，我们要学会珍惜眼前人。爱情是一种美好的情感，它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在爱情中，我们需要学会珍惜彼此的付出和陪伴，不要轻易放弃一段感情，但也需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判断力。在爱情中，我们要学会珍惜眼前人，不要轻易放弃一段感情。同时，我们也要学会保护自己，不要轻易被对方的甜言蜜语所迷惑，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判断力。总之，爱情是一种美好的情感，它需要我们保持理智和清醒的头脑。在面对爱情和利益的选择时，我们需要谨慎思考，不要被表面的假象所迷惑。同时，在家庭关系中，我们需要尊重彼此的意见和选择，以平和、理性的方式进行沟通，共同解决问题。最后，我们要学会珍惜眼前人，不要轻易放弃一段感情，同时也要学会保护自己。愿每个人都能在爱情中找到幸福，同时也能够在生活中不断成长和进步。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